在一块儿？你们俩干嘛躲在一块儿啊？葛国光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撒谎！你说去拿文件，为什么会跟他回家啊？你跟踪我？我什么都知道了。你们俩以前拍过拖，他是你旧情人，你为什么瞒着我啊？你们俩是不是还有私情啊？葛国光！哎呀，你没什么吧，蜘蛛侠？你有没有同情心呐？喂，这件事没告诉我老爸吧？你能找我，当然跟你保守秘密了。更何况捉奸摔下来这种事呢，会笑一辈子的。不过呢，我觉得你这次呢，摔得好，摔得再重呢，就更好了。为什么？哪个老婆看见自己老公受伤不心疼啊？更何况你这次为了捉奸而受伤，对吧？全都是他的错。照我说呢，你呢应该多住几个星期医院，让他天天衣不解带的来伺候你，恭候你。到时候哪有时间找那个奸夫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喂，你老婆呢？他跟医生谈话呢。啊，关心你了，说不定一会儿他还熬好了鸡汤来喂你喝。葛先生，哎，你的检查报告出来了，没什么事，随时可以走了。啊？什么？葛太太已经给他办好了出院手续，随时可以走了。他现在在哪里啊？喂，你真的不用去看看他？不去。哎呀，我看这是一场误会啊，我跟你一起去跟他解释一下吧。不用，这种又小气又没用的男人有什么好看的？他爱怎么想就让他自己想个够。哎，可是他受了伤啊。老婆，老婆大人，等等我！老婆大人，你又干什么？老婆，我瘸了，你也不看看我啊？真是太可怜了，国光这么年轻就不能走了。你玩够了没有？医生说你只是轻微扭伤，别再演戏博同情了。哎，老婆，老婆，你不能走！你想怎么样？我刚才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回答呢。你们以前是不是拍过拖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你说拿文件，为什么会去他家？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，不能让我知道？我看你误会了。葛光光，你也知道是以前的事了。第一，我以前的事根本与你无关；第二，你从来没问我以前拍了多少次拖，跟什么人拍拖。如果你问我的话，我一定会回答，但是你没问，所以我没必要说，就这么简单。你问完了吧？现在到我问了。既然你刚才那么多问题，那你为什么不循一个正常途径按门铃进去问？为什么要爬窗户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非法闯入私人的地方，可以告你的？你没话说了吧？那我可以走了。哎，你不要再怪他了，他虽然是有错，不过也是情有可原呐。他要不是这么爱你，他也不会这么紧张啊。夫妻俩经常吵架，真的很伤感情。有什么事就开诚布公的说清楚。他从头到尾根本就不信我，既然这样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放松一点。还有，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，他的行为错就是错。难道一个贼跟你说自己很穷，跟着偷东西就情有可原吗？你有的时候真的太固执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再讨论这个人。哎，哪吃了奶了饱了，拿着玩啊，拿着啊。咦，你妈咪回来啦？是你？很久不见了，什么事啊？国光在不在？西敏跟国光吵架，他还不能回来住。这样啊，我方不方便进去再说。进了吗？桂圆枸杞蜜枣茶，您是押金的，喝了舒服一点。好，谢谢。真好喝，还是你最了解我。哎呀，糟了，西敏回来了！哎呀 ，surprise！ 哎呀，赖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戴安娜送给你的，我很想你啊，你这几天怎么不找我啊？这位是？我是戴安娜的前夫。你来干什么？你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为什么还来找他？哦 ，no， 赖人！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别再来找他。戴安娜没跟你说吗？她很快就跟我结婚了。结婚？戴安娜，你跟这小子结婚？看他的样子，好像大学没毕业还得跟家里要零用钱花那种啊！你想找朋友吗？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一点的。哎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
我说的话也就是我的意思。你太小不明白。我什么年纪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告诉你，这里不欢迎你。这里不是你家，你凭什么不欢迎我？那也不是你家。什么事这么吵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谁叫你进来的？早说了这里不欢迎你了。宝宝在哭。这是我的家事，与你无关。你给我马上走！这里不是你的家，你凭什么叫我走啊？你走不走？我不走。你不走，马上报警！住嘴！这里是我家，你们两个都要走。走啊！西敏，走！走啊！丹娜，我不想再听见你们的声音。走啊！西敏，走！西敏，你走啊！马上离开这栋大厦。西敏，你听我说，我不见。走啊！你干嘛盯着我？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盯你？你看我才看你的。你不先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啊？我岳父呢？他上去了。是啊，高先让我在这里等他。我说了你要把我进医院的事情保密了，你一转眼就告诉了我岳父，现在都在找上门了。你看你说的，你岳父是我的目标码头嘛，他有问当然必答了，哪敢得罪啊？你放心吧，不要紧的。太要紧了，西敏他现在已经气得火冒三丈了，他要是再看见岳父，我真的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啊！怕什么？你还怕你岳父被人打吗？哦，那他真的给人打了。岳父，发生什么事？你怎么会受伤了？你告诉我谁打伤你？当时情形怎么样？我替你告他。不要管我了，先看他吧，他伤得更重。阿 Sir， 我没说谎，你要不信的话，你可以看那个监视器的录影带。你不用叫我查案，我们当然会看了。不过大厦曾经停电10几秒，所以监视器的录影是不完整的。我们看不见你刚才所说的情况，只是看见停电之前，你跟那个伤者身体语言都表现得非常不友善。Sir， 案发前我也在场，我看见和听见他们吵架。就是说他们俩有动手的动机了。你别说了，岳父现在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。我是裁判官，我有责任把我知道的真相说出来，不可以偏私。还有，他以前曾经打伤人。这句你不要写。高官，那个案子没告成，没有记录啊。哦，原来你是法官啊？那到底有还是没有？没有。高先生，由于事发之前有人证明你跟伤者曾经发生争执，而事发当时也只有你跟伤者在电梯里面。伤者现在还在医院昏迷不醒，录不了口供，所以呢，岳父现在还很担心呢。你不如过去安慰安慰他吧。他有律师，你的朋友会替他解决的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西敏，白赖人现在要在医院留医，妈咪要经常照顾他，你又要上班，那谁来带宝宝啊？怎么也得找个人带宝宝啊。这么急去哪儿找？我已经带惯了，我一会儿跟你回去啊。又想乘虚而入？我告诉你 ，no。对不起呀，我真的很忙啊。这是你自找的，当法庭的检控主任何必要拿律师执照呢？你是自讨苦吃。高官也鼓励我去进修，那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呀，所以我一定要努力，将来像他那么棒。那我就惨了，要像国光那么可怜了。要不要先有什么婚前协议书，又或者是拥吻前的定案要签呢？我懒得理你啊，反正我要温书，没工夫跟你玩。这样吧，那我给你一个提示，你少做一件事，就用少做一件事的时间来陪我吃顿饭吧。什么？也就是高天这个案子呢，你可以不管他，因为你一定告不成。你要我撤销控罪，你怎么知道我告不成？ Common sense， 白赖人比高天年轻20年，论体格体能都比高天好得多。论身手，白赖人是空手道黑带，双手等于攻击性武器，高天怎么能打伤白赖人呢？那也不一定告不成啊。事实上，白赖人是受了伤躺在医院里，而且医生也查出来他的头受到撞击才会昏迷嘛。说不定他自己砰一声撞在墙上就晕了呢。你自己会不会好好的砰一声撞在墙上晕倒啊？说不定他身体不好，两腿一软，砰一声撞在墙上晕倒了呢。你刚才也说了，他那么年轻，又会空手道，身体怎么会不好呢？总而言之，对不起。喂，苏雅姬，
是高先生，是怎么样？行，放心，那个案子呢，没事，包在我身上。不错，没问题，拜拜。难怪你叫我放弃这个案子呢，原来你想讨好高天，沾那个有钱人的光。哇，你说的这么难听啊？什么沾的，我现在真的想粘在你身上。反正我会告到底，我不管，你现在马上走，我要温书了。喂，等，对不起。有电梯，你先请。我走楼梯行了，谢谢。案件编号 SKC1532，被告高天，被控于本年7月3号在司徒拔道夜华大厦一部电梯内伤人，违反侵害人身罪条例。法官阁下，我代表我当事人要求律政署撤销控罪。为什么？有2个原因。第一，在案发现场根本没有人证和物证证明我当事人伤人，甚至控方的证物 P1就是监视器的录影带，也没录到任何伤人的片段。第二，伤者白赖人是空手道黑带的武术高手，双手等于持有攻击性武器，以我当事人的年龄跟体格远远不如他，所以指控我当事人打伤白赖人是完全不合理的。反对。法官阁下，这份文件是 P2，就是伤者的验伤报告，里面证明白赖人因头部受到撞击而引致昏迷。虽然没有证人看到整件事的经过，但是在案发当时，只有被告还有伤者在电梯里面，除了被告之外，根本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打伤伤者。反对，这只是主控的主观猜测而已。但是在案发之前，有证人看到被告跟伤者发生争执，也就是说被告有伤人的动机了。反对，有动机也不一定要伤人。有动机，也就是说控方有理由怀疑他而做出检控。反对，有理由怀疑不代表事实的全部。反对。肃静。辩方律师，主控，我已经说了你们很多次了，请你们公私分明，在法庭上不要受你们的私人情绪影响，做无谓之争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不过法官阁下，我想再提一点，我的当事人是有梦游病的。本席曾经要求你的当事人接受治疗，事后也收到医生的检查报告，表示病人的病情已经有好转，所以本席认为案发当时被告的精神状况不是梦游。本席综合所有的资料，认为被告被控伤人，表面证供是成立的，所以本席不批准撤销控罪。主控，你可以开始传召第一证人。法官阁下，我有一个私人的要求，希望可以私下跟你谈谈。反对，法庭是一个公开公平的审判，所以控方也一样要知道辩方律师的要求。好，你们俩过来。本席现在传召第一控方证人白赖人先生。辩方律师，你现在可以开始。白赖人先生，我希望你用心的想一想，当时的情况，你跟我当事人在电梯里面，电梯很窄，电梯只有4面墙，电梯就像个纸盒一样，给你一种压迫感，压着你。这是什么问题啊？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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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赖人先生，你没什么吧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恐怖。你这种呢，就叫幽闭恐惧症。在事发当日，你跟我当事人在电梯里，突然停电困电梯，没灯没空调，情况就跟刚才一样。你在极度惊慌的环境下就完全失控，最后啪撞晕自己，是不是？是。你录口供的时候，
是不是隐瞒了这一点？警察没问。不要紧，现在说也不晚。我当事人高天先生从始至终根本没打你，是不是？是。法官阁下，我问完了。由于本案的证人白烂人先生承认以前所做的口供事实，他的伤是自己的并发而撞伤，并非本案被告打伤。现在本席宣判，被告高天伤人罪名不成立。AK， 你真聪明，你怎么想到他有这个幽闭恐惧症呢？高先生，当律师最重要头脑灵活，还有观察力强，看到一些别人看不见的蛛丝马迹，那就行了。你真聪明，我很欣赏你。高先生，其实我早就尝试让主控撤销这个案子，可是他偏不听我的，自己找书。要不然高先生你就不用上庭这么麻烦了，是吧？你有没有空啊？有，去喝东西。好，一块走吧。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，这里是法庭啊，你怎么可以给贾正宫冤枉人呢？犯法的。对不起，戴安娜，我知道我不对，但是我真的太爱你了，所以我才妒忌你情妇。你太过分了，我不想听你解释。戴安娜，妈咪，你走了，你不等西米啊？是啊，你想让我替你跟西敏说好话吗？行，待会儿呢，我叫他送我们回去，那你就把握机会跟他说了。好，谢谢妈咪。哎，西敏，妈咪，我们回去吧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没做完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，拜拜。你不走啊？那我等你啊，老婆。进来。戴官，收拾东西。是啊，我刚刚审完最后一个案子，现在收拾好东西，明天就放假了。啊，还真巧啊！我放假你就上班，我上班你就放假。对了，听说刚才的案子你审得很有突破。你这么说，是夸我还是贬我？当然是说你做得好了。要不是你肯答应 AK 做一个停电实验，也不知道那个证人原来有幽闭恐惧症。裁判法院这么多年也没试过有人这样审案。放假有什么好计划？